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麻雀如何用写意的手法去画。那么，我们有了之前的，你像翠鸟的基础之后，再来学麻雀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其实变简单了。那么呢，包括它的一些结构啊，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去掌握住啊。学习嘛，需要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开始我们可能需要分开去练。那么，当你一种鸟类啊，比方说翠鸟，你练得很熟练了，那么你再练麻雀的时候，你不用去分开练，你也可以画得很生动。当然，我们要抓准它的形态，抓准它的特点。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来和大家分析一下，怎么去加以变化，包括呢，它们有什么共通啊，以及不同的地方。共同的地方呢，所有的小鸟类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都是这样的，两个鸡蛋的形态。看，这是身体的部分啊，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鸡蛋。头部的位置呢，也是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鸡蛋。两个鸡蛋的部分共同组成一只小鸟啊。身上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三角形，是它的翅膀，后面呢是它的尾巴，前面呢，对吧？嘴巴、眼睛，就这么简单。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其实呢，小鸟的结构非常非常简单。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这是麻雀啊，是吧？它不是翠鸟。麻雀和翠鸟又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来观察一下，麻雀它是吃谷子的啊，它不吃肉，所以说呢，它的嘴巴不会像翠鸟那么尖啊，不会像一些吃肉的动物那么尖，所以它嘴巴是比较胖胖的、胖嘟嘟的这种小嘴巴啊，黑乎乎的，没有什么颜色啊，也不是很漂亮，短的、胖的、粗的，这是它嘴巴的特点啊，把这个特点记一下，嘴巴小、嘴巴短、嘴巴胖，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的一个眼睛的话呢，它的眼睛啊，按理说是在嘴巴的后上方啊，嘴巴的后上方是它的眼睛，但是通常呢，我们也会把眼睛往前错一错啊，这个也是因为这儿确实太黑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黑色的羽毛是吗？所以说啊，可以把它这块都理解成嘴巴也是可以的，没问题啊。那么这是它头部的明显的一个特点。再往远处去看，注意这个细节，这儿还有一个黑色的羽毛。如果说我们离远看的话，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像一只眼睛啊？对吧？甚至它眼睛不是那么突出，它这个羽毛反而更加突出，有没有这种感受呢？退远了一看，感觉眼睛没那么突出，但是这块却特别突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它的腮斑啊，也称为假眼，它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的啊。它的天敌来捉小麻雀的时候，哎，它一看哦，这儿是眼睛，夸一嘴咬下去之后，原来是羽毛啊。小麻雀呢反应过来之后，赶紧就跑掉，就溜到了，是吗？所以这个眼睛是它的一个假的眼睛啊，是也称为腮帮子的一个斑点是吧？腮斑啊，也有这样叫的。哎，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注意，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可以把它画出两个眼睛，一个真的，一个假的，甚至有时候真的呀，咱不画，只画假的也是可以的，对吧？这是它的特点。记住，小麻雀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加上去之后显得会非常精神。再往远处去看的话呢，脖梗处这儿有一个白色羽毛是吧？一圈白色羽毛，哎，所以说我们头部和身体呢是可以断开的。你说我连接上没问题，我也可以断开它啊，有一圈像白色围巾一样的白色羽毛啊。再往后面去看，那么它的身体啊、肚皮啊和其他的鸟类是一样的啊，鼓鼓的、圆圆的。翅膀的话呢也是一样啊，一层羽毛、两层羽毛、三层羽毛是吧？哎，一层一层，这羽毛也分三层。完了之后呢，这羽毛长什么样子啊？长的形态差不多，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灰灰的是吗？哎，这是它的特点，灰色的啊。小麻雀都是灰灰的，它不像翠鸟那么漂亮，翠鸟绿色的、蓝色的是吗？红色的都有。麻雀啊，基本上都是这种赭石色比较发灰的颜色。所以说我们画麻雀呢，哎，其实它比较好画。你理解了翠鸟的画法，再画麻雀你就变得简单了。因为麻雀它没有那么突出的特点，你看翠鸟嘴巴长，
哎，抓准它就可以了。但麻雀的话呢，它没有那么太突出的特点啊，浑身都是比较平平无奇的，哎，就是这个灰反而成了它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灰啊，是吧？就是特别灰，哎，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尾巴的话呢，相对来说比翠鸟要长一点啊，这也是和之前讲的翠鸟的不同的地方啊。爪子是一样的，前面3个，后面1个，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是灰的，但是这个胸腹部这块呢，其实它是比较亮的，羽毛呢是偏白的，也不是像那么太白，哎，是比较发灰的这样一个白色，这是它的胸部部分啊，胸腹部啊，包括呢，你像大家可以看到，哎，这假眼不管是在哪个部分都特别突出，特别明显啊，它这个要把它画出来啊，还有一些你比方说飞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即便是飞着的时候。腮斑都是非常明显的，好，那么我们了解它的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刻画了啊。画的时候呢，我来教大家一种比较简单的也比较好掌握的这种麻雀的画法。我们可以怎么画呢？把它理解成3大部分，头部是一部分，然后翅膀是一部分，胸腹部是一部分。那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艺术的加工艺术的处理。先把它分为3大块，它的颜色我们先挤好，灰灰的嘛，我们就直接挤一个赭石颜色就行，其他颜色咱都不需要的。好，那么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先练它的背面的，或者先练正面的都行。哎，这是不同的一些动态，麻雀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画的更加写意一些，因为它的特点确实没有那么太突出，所以说呢，把它的特点颜色先调准就行，灰灰的这个赭石色。然后呢，再调点墨单纯的赭石也是非常鲜艳的，赭石加点墨，调一个比较灰的墨。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练呗。那比方说有正面的就是这个背部背对着的我们来画一下好，比方说我们就画这只小翠鸟画这只小麻雀，怎么画呢？先画它头部，看头部这儿呢是眼睛上面是这个赭石色。哎，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用笔的时候咱这个笔尖朝向头部的尖上朝向嘴巴部分，这样轻轻的一画，哎，就这样一个带有弧线的这样一个小点儿是吗？就是按下去提起来就是它头部。头部完了之后呢，它不是有一圈白色羽毛吗？我们可以空出来也可以不空。你说，比方说空出来怎么办哎，这儿是它的翅膀，看这边的话呢是它2个翅膀嘛。这边是它1个翅膀，另外一边翅膀被挡住了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样意思一下，哎，这是它远处的翅膀，头部脖子远处的这个2个翅膀，翅膀完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结构了就很简单的。那么接下来呢，翅膀这是它前面部分，后面部分呢还有它的翅尖，翅尖部分呢我们可以用小号的小楷毛笔。去用浓墨点它的翅尖因为它的翅尖相对来说是比较颜色比较重的，所以说呢，可以用它浓墨点翅尖。点的时候呢，看这个翅尖其实它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它的这个翅尖是中间这儿小的是吗然后短的越来越长，哎，它是这种状态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遵循这个规律，看先画短的然后呢。长的是吧？再长的，再长的，再长的，哎，远处的话也是越来越短基本上呈现这样一个态势。远处的话呢，这个地方当然看不太清楚也是一样的，只能看到一点，哎，这种感觉状态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它的一些翅膀上的一些小斑纹也给它点上一些黑色的小斑纹，哎，你看翅膀这块就完成了。接下来呢，主要刻画它的嘴巴以及眼睛。
嘴巴眼睛的话呢，可以点上翅尖再画，因为笔上的水分通过这样点翅尖已经非常少了，也比较干燥。这个时候点它嘴巴就比较简单一些也不会晕开。点的时候呢，先画一个按下去提起来，看是有提按变化的。前面按下去，后面呢提起来，越来越细。然后上边部分注意它比较胖嘛，我们为了体现出它这个胖，刻意给它嘴巴加胖一点。我们画的时候也是看，刻意给它加胖一点，胖胖的嘴巴就可以了。下边的话呢，嘴巴因为比较短嘛，不要画太多，直接点上这么一点儿，代表它的嘴巴就可以了。注意往下继续再画的话，这个地方是它的假眼而不是它的真眼睛，是吗？这是它的假眼呀。真眼睛在哪儿？真眼睛在上面，这儿是它的真眼睛真眼睛呢，我们甚至画不了那么太清晰，直接给它画在这个头部上面就行，不用刻意留位置，藏起来了，藏起来的反而更好看。当然这眼睛呢，可以这样画可以给它勾勒一下，点一点，也可以怎么画呀？也可以就点一个点儿，就代表它眼睛一样的，它是虚画过去的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保护效果的。那么画好这些之后呢，它脖梗处的羽毛它是白色的呀，比较毛茸茸的感觉，所以说呢，用这个散锋把这儿呢加上白色的羽毛，白色的绒毛，再往后面去画就是它的肚皮了呀，是吗？就是它的肚皮当然肚皮我们画的瘦了一点，想画胖一点就多加一点呗，是吗？多胖一点的就多加一点，这也是它比较柔软的羽毛胸腹部的这个地方是它的爪子，前面3个爪子不一定都能看到，后面1个爪子。还有什么呀？再往后面去推，还有它的尾巴尾巴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长那么一点点的但也没那么太长，轻轻一加尾巴就可以了。尾巴的话呢也是一样，看画上这么3条线，中间长，两边稍微短一点就够了简单的一只小麻雀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呀很简单的，对不对？当然大家呢需要进行练习比方说这个翅膀和头部的这个比例关系、大小关系以及它们的一个朝向问题，大家呢可以多进行练习不一定画这个角度嘛。我们通过这个方法，通过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进行画呀。比方说我们把这个画把它调整一下像中间这些地方呢，当然我们都可以，你比方说加上一些这个赭石给它染一染显得更好看了，是吧？可以进行简单的加工调整的，当然不加工不调整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顺着这个趋势，我们再画一只这个小麻雀，它不是朝这边的吗？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小鸟吗？讲那个翠鸟的时候，我教过大家，同一个姿势头部的位置可以发生变化。那比方说这姿势不变，这姿势还是这个姿势，但是它小鸟的脑袋它是很灵活的呀，可以让它朝后面看吗？它是可以朝后面看的。所以说这种状态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找到朝后面的照片当然有，但是老师不给大家看，我们就研究它的方法原理之后，我们直接画一只朝后面的，怎么画呀？身体部分基本上保持不变，看这是它的翅膀是吗？基本上保持不变，还是原来的感觉。头部它不是朝前吗？我们想让它朝后，那头部就转一圈呗。哪个地方在前，我们笔尖就朝向哪儿，然后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看这个当然是它的一个白色羽毛是吗？可以留出来，显得就更生动一点。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画，画出它的这个翅尖，翅尖也是一样的，越来越长的是吗？到这儿稍微短一点，这边也是一样。这个地方呢，小尾巴可以稍微翘起来一点。上面的话呢，点上一些这个斑点，翅膀上的。再往上接着画，就到了它的嘴巴呀。嘴巴怎么画呀？看按下去，提起来，
按下去提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胖嘟嘟的嘴巴。这边的话呢，哎，下嘴唇啊，完了之后呢，这儿有一只假眼是吗？啊，把它的假眼一夹，哎，这边的话呢也飞着一些小的羽毛。再往上面去，这儿呢还有一个真的眼睛啊，有假眼，有真眼是吧？啊，画好这些之后，还差一个胸腹部的这个羽毛啊，哎，胸腹部的羽毛，这样轻轻一带，看就是一个翅膀没变，但是呢，头部却变了是吧？再加上它的小鸟的爪子，又一只小麻雀啊！你说我还想变，我想让它朝一个别的方向啊，可不可以呢？当然是没问题。根据这个方法呀，大家是可以画出很多只小翠鸟的啊，很多只小麻雀的。啊，咱还是用这个颜色调好之后啊，你说我这个身体还是很诚实啊，我身体还不动，还是这样一个大的动态，大的感觉。大的感觉画完之后呢，我这个头部朝哪儿呢？啊，我这个头部呀，我让它朝下面行不行啊？我让它朝下低着头的感觉行不行啊？也是可以的呀，就是看大家的一个怎么你想怎么去摆布它嘛。画面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就有点像造物主一样，想让它长什么样子，想让它朝哪儿，它就能朝哪儿。啊，是受我们的控制的。哎，点上它的这个翅膀、翅尖，哎，中间这儿小，越来越大，大完之后呢，这儿又是越来越小的状态。哎，把它轻轻这样一夹，夹完之后呢，它的尾巴也可以顺势给它加上。嘴巴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看按下去粗一点，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看胖胖的嘴巴。完了之后呢还不够，这个地方又是它的下嘴唇，下嘴唇后面嘛就是它的假眼，假眼的这个上嘴唇的上方啊是它的眼睛，哎，轻轻这样一勾勒就可以了。好，画好这些之后呢，换一支毛笔啊，换一个干净的。就是省了一支涮毛笔了。哎，把它这个脖梗处的白色羽毛给它画出来。后面这儿是不是还有一撮白色羽毛啊？白色羽毛后面就是它的小肚皮啊。小肚皮，你看这个露的比较少啊，这个咱想让它露的少一点呢，还是露的多一点啊？根据大家的心情去画嘛。你说我想让它露的多一点，那我就画的胖一点呗，就是一只胖胖的小麻雀是吗？有什么问题？想让它画的瘦一点，这根线条就往里收一收，一只非常瘦一点的，那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咱画画它是要有一定的主观性的啊，不要太说，哎呦，我就必须画成什么样什么样，可以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就比较适中，这个就比较瘦，这个呢我们刻意画的比较胖，不一样的状态。胖一点的，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小技巧啊。就是说，小麻雀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包括呢其他鸟类也是一样。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在北方，它比较胖啊，整体的小鸟都比较胖。你比方喜鹊啊，冬天你看，它是特别胖的喜鹊；夏天你看喜鹊就瘦。哎，冬天你看到树上站的小麻雀，它非常的胖啊，因为它要保暖，毛质也厚，吃的也多。那么你到了夏天再看小麻雀，都是非常瘦的。所以说呢，鸟类它也是有冬眠期的啊，它也是分冬天和夏天的，人一样，穿衣服不一样是吗？麻雀也一样，咱画的时候注意这个特点，对不对？当然啊，我们大家呢需要大家去单独去训练这些啊，你比方说啊，我画了全是朝上的，我给大家再进行多练几幅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可不可以怎么样朝下呢？我让这个小麻雀朝下面。啊，它都是朝上的，身体一样，头部不一样。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呀？头部一样，让它身体不一样。比方说朝下方，哎，我们这个头部是这样画的，身体的话呢，我们怎么办啊？身体的话呢，画一个变样了啊，身体不是这样的了，身体是朝下这样一个趋势，那怎么画呀？也是一样的。
记住这些方法啊原理，那么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去发挥这些。这边也是一样，看之间啊之间是吗？尾巴，那完了之后呢，有一些翅斑，这个地方继续画它的头部呗，和它的头部是一样的，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看粗粗的胖胖的嘴巴。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个下嘴唇，下嘴唇后面是它的假眼，也是，这个地方画上它的真的眼睛。之后呢，再调一个淡墨啊，稍微浅一点的墨色，画出它这个地方的白色绒毛。白色绒毛之后呢，是它的这个胸腹部啊，胸腹部一画，小鸟就出现了。前面是它的这个爪子啊，小鸟爪子就可以了。甚至小鸟爪子和翠鸟都一样的啊，它的画法和翠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有时候大家会发现，学习国画，你学会了一种，后面是越学越简单的。当然前提是呢，你把一种先练好了，后面才会越来越简单。如果说你一种都没练会，那么你学更多的小鸟，你只能是越学越乱。所以说有时候大家掌握好这个诀窍之后啊，你的进步就会非常快了。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背面的，就是从背面去看这个小麻雀是这样画。那么还有一种形态呢，就是正面的。像这种状态怎么画？这种状态小麻雀咱就不能这样画啊，这样画的话，咱是先画的背部，就不一样了。什么这种小麻雀怎么画呢？也有一定的绘画方法。我们可以呢，先从前面的腹部开始画，因为它的腹部它并不是那么太白的那种颜色。你像那个一些小鸟，就是那个白色的羽毛啊，特别白，特别鲜艳。小麻雀它又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比较发灰的，甚至说，你看有些地方它就是带点赭石的这个胸腹部是吗？非常灰。那这种状态我们怎么去表现呢？啊，也很简单，画的时候啊，可以啊，调一个淡墨啊，来表现它的这个胸腹部。可以找一根干净的毛笔，我们调一个淡墨。注意啊，这个墨色一定要浅啊，调一个非常浅的这样一个淡墨。调好淡墨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画。比方说这个地方，直接呢就画出这个两笔啊，代表它的一个胸腹部就行啊。其实有时候和画翠鸟也非常接近啊。这是它的胸腹部，胸腹部画好之后呢，我们再顺势给它加上这个赭石啊，加上墨，调成一个赭墨色啊。这胸腹部就这么简单，两笔或者一笔都行。画好胸腹之后呢，我们继续画它的头部。你看它头顶其实是露出来比较少的，有时候露出来少，有时候它就露出来多，也看它这个脑袋的朝向，它是朝正面的，所以说露出来少。那比方说，咱就给它安一个这个头部行吗？咱就是它正面站着呢，但是小鸟头部它朝这儿能朝吗？当然没问题。比方说，我们就画一个这个，不一定非得写生嘛。你了解了之前的结构规律之后，那现在是可以随意去画的。比方说我这儿，我画上一个小头部，看这个地方，我让它头部，我想让它朝左上方，那这个完全没问题啊。你说我这个翅膀，你看这个翅膀咱还不动，翅膀这边也是有啊一个小翅膀就可以了呀。这边的翅膀露不出来，可以忽略不画啊。那么它的头部画好了，朝向画好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它的一些嘴巴的尖上啊？嘴巴尖上怎么办啊？它当然不能是和这个也是朝这儿了，它头部朝左上方，思考一下，是不是它的一个头部嘴巴也应该朝左上方啊？一样嘛。所以说我们调一个浓墨啊，用这个小楷毛笔，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注意按下去粗一点，提起来，这是它的一个胖胖的小鸟的嘴巴，再往下面去带，这是它的下嘴唇啊，这儿呢是它的复眼，也就是假眼。不是复眼，假眼，上面一个真眼睛，
完了之后呢，这是它的一个，哎，这白色的小绒毛，你看，撅着头啊，高昂的一个姿态啊，我不理你啊，是吗？就很有趣的感觉啊。有时候大家，你看那小孩子生气，是不是就这个啊？你仰着头啊，我不理你了，哎，就是这种状态了。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小鸟其实特别好玩，大家去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把它拟人化一点，对吧？多尝试。你看这个角度，比这个小麻雀还这个萌萌的啊，就正常的这个小麻雀一下这个歪着头的感觉，有没有感觉更生动了啊？使劲歪着头啊，就是不理你了，是吧？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学画画呢，也要有一种娱乐的精神啊，不要说啊太苦，太那个正版了啊，也必须要这样画，必须要那样画，没有必要的啊。看翅尖也是一样，哎，短的、长的，慢慢变短，有没有发现这种翅尖和我们画小翠鸟的翅尖又一样了呀？小翠鸟的翅尖这种状态下也是一样的，短的、长的慢慢变短，第一笔最短，第二笔最长，慢慢的变短，对吧？又一样了。但是它的尾巴的话啊，看它尾巴朝向哪儿了，可以朝上啊，撅着小尾巴，也可以呢朝下啊。朝下的话呢，它就是站在一个比方说站在一个枝干上了啊，这就是这尾巴就朝下。如果说它是踩在地面上的，尾巴呢可以翘起来，可以撅起来的，对不对？这就是小麻雀啊，正面的小麻雀，对不对？你说我还想把它那个再换一个姿势，那当然我们没有问题啊。还按刚才的方法去画，调一个淡墨，换一支毛笔啊。比方说我们调一个淡墨，哎，我们就还是画这个动态的啊，还是画这个动态的，简单的这样一蹭啊，一笔两笔都行，有这么个圆鼓鼓的小肚皮就行。你说这个下一个头部我们朝向什么位置呢？啊，可以朝向这边。朝向正面一点的，哎，画一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是吗？朝向这边的，这是它的小脑袋啊。翅膀的话呢，啊这边能露出来一点，有时候这边可能还能露出来一点点，也给它加上一点都没问题的。接下来就开始刻画细节呗，啊，调一个浓墨，它的嘴巴的话呢，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胖嘟嘟的。小嘴巴，这个地方呢是它的下嘴唇，哎，假眼，这个眼睛点一个点儿就行，哎，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白色的小绒毛啊，小绒毛完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下去刻画它啊，画出它的这个翅尖，1、2、3、4、5是吗？点上它翅尖，哎。像这个小麻雀，我们画一只这个站着的，站在这个地面上的，当然这个就没有站住啊。这个的话呢，你想，哎，站着的小麻雀，一般我们这个小爪子啊，这个有点翘起来了，就是踩着一只哈，然后那什么了，站在地面上的呢，看这个小爪子，哎，就有点和小公鸡的小鸡的感觉一样了。这就是它的站在地面上的小爪子啊。当然，变换角度之后呢，也可以这样画啊，是吗？哎，这个小爪子就是正面朝向我们的小爪子啊，也是一样的。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一根棍儿啊，是我们的胳膊，然后呢手掌啊，看手掌的分布啊，手掌的朝向，前面3个，后面1个，哎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站在地面上的时候啊，爪子的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啊，你看我们现在画的小鸟都是闭着嘴巴的，对吧？都是闭起来嘴巴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张开嘴巴的，张开嘴巴的怎么画呀？我也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其实大家呢都可以进行尝试啊，调一个淡墨，对不对？再来画一只。这2只都是比较正的啊，我画一只呢，这个稍微侧一点的。小肚皮朝向这边的，哎，这是一个小肚皮，然后呢，再调一个赭石墨，这边呢，我们画上它的小脑袋，哎，
小脑袋后面它的小翅尖、小翅膀，小翅膀画好之后呢，看我们画一只张开嘴巴的。张开嘴巴的怎么画呀？张开嘴巴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上嘴唇不动啊，不变，看按下去提起来，上嘴唇是不变的，它都是胖胖的嘴巴嘛，这个没问题。完了之后呢，从这儿看，从这儿穿下来一根线，哎，穿下来一根线呢，是它张大了嘴巴的感觉啊。这儿呢是它的下嘴唇，下嘴唇啊，它张开嘴巴，它就没有闭上嘛，这是它的下嘴唇。下嘴唇很简单，就是按下去提起来，哎，很短的一小笔就行。看按下去提起来，这就是它的下嘴唇。下嘴唇画好之后呢，啊，当然可以画双的，下嘴唇比较薄，上嘴唇呢比较厚，啊，这是它的假眼，上面呢是它的真的眼睛，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就这么回事儿。完了之后呢，再调一个淡墨，给它丰富一下这个小的绒毛，就可以了。再往后面，再接着往下画的话，就又到了它的翅尖，看，就又到了它的翅尖这个地方呢，可能啊是它站在一个树枝上的一种动态，小鸟的尾巴也给它加上，对吧？就是一个张开嘴巴的。但是张开嘴巴的话呢，我们通常可以加上小舌头，舌头呢，我们还是一样，舌头可以运用这个赭石颜色。看，小麻雀它就是比较灰的，可以用赭石颜色直接画它。你说我再讲究一点，用那个猪标色也可以。小舌头的画法呢，和下嘴唇正好相反，是先细后粗。看，先细后粗，舌尖比较细嘛，这个地方比较粗，是这样的。看，这样的感觉。当然有时候舌尖我们也可以画成一样的啊，都是没问题的一些小细节。再来分开练习一下嘴巴啊，再来单独教一下啊。像这个小麻雀的嘴巴可以这样张开的，就是闭合的，是这样的，按下去提起来，看比较胖嘟嘟的嘴巴，哎，这是闭起来的麻雀嘴巴。那么张开的嘴巴呢是这样的，按下去提起来，哎，前面基本不动啊，胖嘟嘟的。然后呢，当然我们按下去提起来，这个是可以产生一定的弧度。下嘴唇稍微少一点，稍微小一点，上嘴唇呢长一点，这个地方是它的舌尖啊，是它的小舌头就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啊，看这个是直的，闭起来的稍微直一点线条啊。这个张开嘴巴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嘴巴呀稍微的弯曲一点，看按下去，哎，往下这样轻轻带一下。上嘴唇啊都是比较胖嘟嘟的，不用管它。下嘴唇呢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哎，完了之后呢，它的舌头也是一样，轻轻这样一带啊就够了。这就是麻雀的嘴巴形态。当然呢，它也是有鼻孔的，这个地方是它的小鼻孔，往往呢被忽略的，因为太黑了，嘴巴又黑啊又短，鼻孔往往就不用去刻画了。好，以上这些呢就是背面的，还有正面的，还有一种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说飞着的动态。那么关于麻雀飞着的动态呢，我们也是应该单独去训练一下，因为在画面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像这样的飞着的小麻雀怎么画呀？这种飞着的状态呢，我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也是用三组定位法，就是说呢，头部、翅膀头部一个两笔呢画出另外两个翅膀主要以三笔构成为元素，咱去画它。画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先调它的一个基准色，赭石加墨，调成一个赭墨色，这是麻雀的身体颜色然后呢，
画这个飞着的时候啊，咱就可以画成，看，先画头部，头部让它朝哪儿飞啊？比方说朝左上方，画头部，画的一个扁平的状态啊。然后呢，翅膀怎么画呀？这是它的后背。翅膀的话呢，看一笔翅膀啊，两笔翅膀是吗？三笔定位法这叫啊，三笔基本上就把一个麻雀飞着的动态就给定好了。定好之后就开始刻画细节。刻画细节的时候呢，从嘴巴开始刻画，或者从翅尖开始刻画都行。比方说从翅尖开始刻画，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翠鸟吗？是不是我们讲翠鸟的时候是翅尖是一个短一点的，然后呢长一点，哎，慢慢的变短呀，是吗？麻雀也是一样，第一笔最短，长，短，短，短，慢慢变短。当然呢，它到了这个地方可以呢变得再适当的长一点啊，就让它有一定的变化，让它有一个这样的弧线变化，哎，这种弧线的变化啊，这种弧线变化，这是非常优美的。包括自然界当中啊，小鸟的这个翅尖也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细微的变化的，短的、长的、短的、短的，哎。到这儿呢，又稍微长一点啊，又慢慢变短，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形态规律。大家呢可以进行多练啊，不是说看老师画一遍啊，你们就不练了，要练。点上它的这个翅膀上的斑纹之后呢，这个地方画上它的嘴巴，前上嘴唇嘛大一点，嘴巴下面下嘴唇。下嘴唇之后呢，是它的这个假眼，上面它的这个针眼，啊，这个地方是它的白色绒毛，白色绒毛后面啊是它的这个肚皮，肚皮的话呢，你看飞着的小鸟，咱这个肚皮啊，就画一条线就行，就像那个侧面的小麻雀一样，是吧？就像那个侧面的小鸟一样，画一根线，代表它是白色的小肚皮就可以了。以少胜多嘛，也是这么来的。再往后面画，还有它的尾巴，尾巴的话呢也是一样，看画上这么两条长一点的，哎，两条短一点的，哎，代表它的尾巴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还想画张开嘴巴的也是一样，可以多进行练习啊。正好我们之前讲了张开嘴巴的，咱也给大家画一只头部啊，向上翘一点。这是它的后背啊，这个呢是它的翅膀。看，其实就是三笔定位法嘛，一个头部，两个翅膀，一下就把这个动态就给卡死了。卡死之后呢，我们再去刻画细节。记住这个规律啊，之后我们讲到其他的一些鸟类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方法的啊。胖嘟嘟的小嘴巴，这个地方是它那个张开的嘛，画一只张开的。然后呢，再画上它这个地方，它的翅尖，短的、长的，越来越短，又长一点，又短一点，短的、长的，是吧？越来越短，然后呢，又突然间长了一个啊，又慢慢变短，哎，把握住这个节奏啊。最长的是第二笔。哎，这个长的呢，是突然间又稍微长了一点就可以了。这是它的这个尾巴，对吧？就可以了。一只小麻雀，点上它的一些斑纹、斑点。啊，还没有够呢，中间加上一个这个小舌头啊，对吧？飞着的，张着嘴巴的
啊，也就能画出来了。闭着嘴巴的、张着嘴巴的啊，都能画出来了。那么还有一种动态飞着的是这样的，大家来观察一下，有没有见过这种动态的？调颜色是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种飞着的动态呢，是这种状态。这是它的小鸟的头部啊，往后面去带的话呢，这个是它的翅膀，这个也是它的翅膀。这种动态有没有见过啊？露出来肚皮比较多啊，那么翅膀反而呢就这样飞着的是吗？哎，这样飞起来的，所以说呢，翅膀露出来是少一点的。这种状态呢也是一样，运用3笔定位法嘛，啊，3笔定出它的一个动态之后呢，刻画它的细节。比方说它的一个翅尖啊，短的、长的、短的，哎，注意不要再往后面带了，因为它这个翅尖反了，是吗？它这儿能看到一部分翅尖，转到这儿之后啊，它这个翅膀就回来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看到是翅膀的内侧啊，翅膀外侧只能看到一部分。这个后面的翅膀是没有问题的，和之前这些都是一样的，看短的。长的，哎，越来越短，是吗？就可以了。尾巴，啊，当然嘴巴我们也可以跟上啊，按下去，提起来，哎，胖胖的嘴巴。好啊，对吧？这个就可以了，还不太够，我们再给它调一个淡墨，调一个淡淡的墨色，画出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白色的绒毛，再往远处去画，哎，这是它小肚皮、胸腹部的位置啊。再加的话呢，还可以加上它的小鸟的爪子。啊，加上它小鸟的爪子，对不对？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麻雀的各种各样的动态的一些画法。大家呢可以进行分别的一些练习啊，就是说不要说啊，我们只能会画一种啊，那不够，要各种动态咱都要进行练会了才行。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分解的教学啊，我们可以运用这种学到的知识来进行一幅简单的创作。那比方说呢，我们这就以麻雀为主题，我们来创作一幅啊，可以选择这个点墨成金大号，我们来点淡墨，哎，调一个淡墨，画上一个树枝。那树枝的话，我们就随意的去画了啊。哎，树枝的话，我们就画的比较随意了啊，因为我们主体呢是表现的小麻雀，所以说枝干我们处理的越随意啊，那么对于我们表现麻雀来讲呢，哎，它是起到一个更加有利的效果。这个地方一个树枝，再往远处去加，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个树枝。注意这个树枝呢也要有深有浅啊，咱不代表哪种树啊，咱只是呢，哎起一个这个大形，起个大构图啊就可以了，有深啊有浅啊有聚有散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树枝而已哈，它并不代表说啊这个是什么树枝啊，这个是梅花还是桃花啊，哎没关系啊，让读者去想象嘛。咱只是画了一个木本的树，就像很多树，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你是分不出它是什么树来的，是吧？不是专门研究的话，那也是分不出来的。
咱现在画的效果就是这种感觉啊，没有具体的数，只不过呢，我们画的是个大感觉。画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树枝上开始加麻雀啊，可以让它站上很多只啊，有站着的是吧？有各种各样姿势的。像冬天的话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看到一些枯树上，都没有叶子了，那么会站很多一排一排的小麻雀，我们就可以表现这种状态嘛。调赭石，调墨，注意啊，我中间是有空隙的。缝隙的话呢，是为了填补这些麻雀。好，调一个赭墨色。这边的话呢，我们来上一只小麻雀，可以呢先画它的翅膀，两个翅膀，两三笔画出翅膀。翅膀呢，这个地方画出它的小脑袋，小脑袋，这是一只小麻雀了。这边呢，我们再来一只小头部朝下。这个小翅膀呢朝上翘着，和我们之前练过的一只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们就先画这两只，把这两只把它刻画的完整了，再画其他的。先画上它的翅尖啊，或者头部都行。先画它头部也是可以的啊。用笔的时候按下去，提起来，有这种提按的状态。这是一只小麻雀的头部，小麻雀再往后面画，这个地方呢是它的翅尖。尾巴，这个是它的小肚皮，小肚皮呢，这小爪子看快掉下去了，感觉是吧？它爪子往前伸一伸，这个小爪子呢，在另一边抓着呢，点上一些这个小翅膀上的斑纹，这个小鸟也是一样，从前面开始刻画它，按下去提起来。张着嘴巴的，后面是它的这个腮斑，再往后面去带是它的这个腹部的这个脖梗处的这个羽毛、绒毛，再往远处是眼睛，再往后面的话又是它的翅尖了。尾巴啊，给它加上。好，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空是吗？尾巴这儿有点空，咱们给它简单的补上一小笔，给它带一带，这个羽毛给它带一带，显得就不空了啊。之后呢，我们再调一个淡墨，再把这个胸腹部也给它画上去，直接就是只勾一条线就行了，勾一条线就可以了。之后呢，再用浓墨点出它的爪子，抓住了这个树干啊，牢牢抓住了树干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两只了，对吧？两只感觉还不够啊，一幅画面两只嘛，有点少。我们再继续往下画，可以再加上两只。这个地方调一个淡墨，这两只是背面的，我们可以呢再给它加上一只正面的嘛。正面的怎么画呢？看这个正面的，画出它的小肚皮啊，小肚皮画好之后呢，顺势在这儿也画一只啊，也画一只这个。这儿也画一只这个正面一点的啊，
正面的小麻雀的小肚皮。画好之后，然后呢调一个赭石加墨。这小头部就很有意思了，头部我们画朝哪儿呢？比方说朝这边，让它歪着头一点啊，翅膀露出来一点点，哎，可以看到一点点翅膀啊。继续刻画细节，调浓墨，用小楷毛笔调浓墨。哎，翅尖呢啊，这个嘴巴尖上啊，朝哪儿呢？朝这儿看呢，朝这只小麻雀看呢。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看到2只腮斑的，2只假眼都能看到。那么就2只呢都加上啊，很美的一个，一看是一个很类似小淑女的这样一只小鸟，是吧？哎，朝这儿看呢，它朝这儿看呢啊，这儿呢不知道看见什么了，在吵着叫呢，是吗？点出它的这个，哎，这个翅膀上的翅尖啊。尾巴，好啊，那么3只就画好了。这个呢也是一样，画这只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呢让这只和这边呀有一个互动啊。这边我们这个小脑袋让它朝下啊，这儿呢画出2个啊，画出一个小翅膀，2个也行。哎，这边的话呢也画上一只小鸟。这是它的翅膀，哎，它的头部呢朝这边，哎，让它产生这种交互感啊，产生这种交互感，就慢慢的去刻画它呗。这个是它的一个小麻雀的一个头部。的脖梗处的羽毛，哎，有种像惊呆的感觉是吗？你看这个小鸟的动态，哎，有时候其实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动态啊，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玩啊。大家画画也是一样，不要太拘谨啊。你说，哎呦，必须这样画，必须那样画，不用的。有时候出现这种，哎呦，这是啥啊？好像拟人化了一点。其实这种动态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家在画的时候不要刻意去把这个给它抹杀掉啊！大家也是可以找一些这种乐趣，画画嘛，不就是玩嘛，对不对？啊，不要说哎呦，把这画画的跟复印机一样啊，那就缺少了这种生动性啊。眼睛给它加上去，这是它的翅尖，短的、长的，慢慢的变短。这边翅尖基本上看不怎么到。可以忽略它，不画。长长的尾巴，啊，再来一个淡墨，给它加上它这个小肚皮，加上它的小爪子，就可以了呀。这2只小鸟，哎，在聊天啊。这3只小鸟在一起。也体现了一个聚散的变化啊，这幅作品嘛就可以了呀，就可以这样就完成了。再加上一些细节啊，比方说加上一些这个胎点啊，浓重的胎点，给它增加上画面的变化。像这个枝干呢有点小啊，感觉墨色有点浅，没关系，给它复勾它一下。给它加重是吧？好，这样的话，一幅作品啊就可以完成了，就是没有画其他的东西，咱全是用麻雀画的，全是用麻雀画出来的一幅作品就可以了啊。最后呢，我们再提上字，题字的话呢，可以选择题在这儿，或者是呢题在这边也行。比方我们就题在这边吧。这个小鸟朝这儿看啊，代表着这边还有东西啊，所以说呢，题字的时候呢，咱最好不要题在这儿，题在上方或者是题在这边都行啊。最好的位置呢，可以题在这儿右上方呀，再扣一枚闲章就行
印章有时候扣在角落，比题字啊扣出来提上去之后还要更加的生动一点，留有想象余地嘛，这就是。啊，这个地方扣一枚，下面隔一个印章的距离再扣一枚，上面就是孙乾之印，下面呢是一德啊，是我的字号章。再来一枚呢是这个闲章啊，也可以扣在银手的位置啊，作为一枚银手章。好，这样的话呢，一幅小作品吧，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啊，没有其他的物象，全是麻雀。好，那我们这节课呀就讲到这里。